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乡亲们，大家好！今天我继续带着大家乘坐智能动车来感受一下京广高铁350公里时速的风驰电掣加彩车。首先是一段出站广播。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本次列车全列禁烟，禁止携带危险品乘车。车厢内涂有红色标记的安全设施，请不要随意触碰，以免影响列车正常运行。列车运行前方到站，郑州东车站。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the Fuxinghao train. Smoking is strictly prohibited on this train. Dangerous items are not allowed on board. Please do not touch the devices with red marks so as to avoid any accident. The train is approaching Zhengzhou Station. 刚刚交汇的呢是由南阳东开往北京西的高572次由郑州局的 CRH380AL2602 号车来担当。昨天很多人都在反映我这个情况，为什么我说话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呢？甚至有人说我这张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其实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坐的是一趟350公里时速的列车，我如果再跟以前一样慢条斯理的说话的话，那可能我这一站还没等介绍完呢，列车都已经开到下一站了，所以吧，我说话的语速有所增加。好的，现在是列车离开了石家庄车站，现在正式并入到正线了。刚一出站呢，又遇到了宜昌东开往北京西的晚点了10分钟的特快50次列车，由郑州局和谐电一 D 0641号机车来牵引的。也不知道当天是怎么回事啊？石家庄站的火车当天一直处于晚点的状态啊。这个是石家庄车辆段，里边停着这个车底是石家庄开往广州的直89次列车的车底。由于一出站就并入了无闸轨道，所以一出站加速就非常的猛。石家庄不愧是一个火车拉来的城市啊，它的枢纽也是非常错综复杂的。首先看旁边上边的这两条线是京广高铁去石泰客专的一个联络线，在它的底下还有两条线是京广普速线的上下行线，正准备下穿我们这条京广高铁。现在把镜头转移到左侧，这是远处的石家庄动车所。当天石家庄动车所里空空如也，一趟车都没有，可见现在的列车车底是多么的稀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出门旅行了，所有的车基本能上线跑的都上线跑了。好了，列车现在在驶离了石家庄站几分钟之后，就立刻回到了350公里的时速。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开启达速跨站加连续踩车的这么一个视频，利用武林大会方俊老师的一句话，音乐起。11点19分，列车达速跨越了高义西站，采了同向由北京西开往成都东的高387次列车，这个车是由成都局的 CRH380A 重联来担当。好的，此时此刻我们把视角切回到车厢里面，看看时速350公里。哎呀妈呀，大哥，我还得给你打码。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车厢外面的速度，哎，是非常的快的。11点25分，我们的列车再次看到了351公里的这个时速。在这里呢，我们要回忆一下昨天的一条评论。昨天就有一个评论道德绑架我说，你把这个351拍出来发到网上，司机不会被挨惩罚吗？我就想对这位网友说，你真的太不了解了。司机室里的信息是跟调度台是统一的，而且京广的 ATP 设置是355公里，所以超到351公里是不属于超速状态的，偶尔保持一会儿351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他可能为了赶点调度让他这么跑的。我真的是服了这些网友了，昨天那么一个普通的高铁视频居然有那么多的键盘侠在喷我。11点30分的列车达速跨越了邢台东站，在这里我们踩了由北京西开往张家界西的高689次列车。这趟车呢就是在我前天视频一开头在北京西站拍到的那趟列车，这个车比我们早发了45分钟，依然是在这里代替我们，很快也被我们追上了。这个车呢是由雄安动车所的 CR400BF-A3025 号车来担当。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个车厢里的时速。哎呀妈呀，干卡，跟他大叔上厕所呢。现在是347公里啊，346，这会儿应该是在过分向，所以它又减速了。我们一直跟旁边的这个京港澳高速属于并行的状态，甚至还能若隐若现的看到京广铁路。哎，此时此刻我们又高速的交汇了一趟车，这个需要用我时刻表来推一下。这个是西安北开往北京西的高654次，西安局的380AL2600号车来担当。这会儿的速度呢，反复在351和350之间来回的窜。11点39分，列车达速跨越邯郸东站，并采了同向由北京西开往昆明南的高401次列车，由昆局的 CRH380A2909号车来担当。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车厢内的时速表。
因为我的座位实在是没有买到左侧，所以我每次一拍达速跨站只能是来到车厢门口。现在的时速是347啊，并且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车厢里这些座椅靠背都是假的，毕竟我们的高铁是没有靠背的，又给我分项了，降到这个速度了。还有这个时速啊，当天完全是因为秀给我看的，毕竟一些没见过世面的井底之蛙认为大陆的高铁只有300公里出一点头。好的，现在已经是离开了河北省的管辖范围，正式进入到河南安阳了。窗外的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这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下面我还看到了许多的油菜花，相信在这里拍出开往春天的高铁一定是非常不错的视角。11点49分，列车达速跨越了安阳东站。至于这一站我为什么选择在右侧拍呢？主要当时是为了给大家显示一下车厢内的时速。右侧交汇了长沙南到北京西的高502，左侧踩了太原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1955。编号呢我放在视频底下，大家静静的看吧。现在达速跨站的时速是349公里，这个是非常的明显了啊！不要再有杠精跟我杠达速跨站要限速了。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的，有一些高铁是有特殊情况的，但是相信大部分的高铁都是可以达速跨站的。现在列车呢是来到了河南省的鹤壁市附近了，正好借此机会来给大家完整的展现一下我这趟旅途是怎么拍踩车的。买到了右侧座位不要紧的，但是咱们腿长在自己的身上，对不对？走，现在让我们起身去车门处去看一看啊。现在的时速依旧是达到了346公里，也是非常快的一个时速啊。我是怎么拍达速跨越这个车站的呢？就是这样趴在车门上。当然我人还是跟车门上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只是把镜头贴在了车门的玻璃上。至于我是如何知道马上要跨站的呢？这个你打开地图一直盯着看就行了。11点57分，列车达速跨越鹤壁东站，并且踩了由北京西开往成都东的高307次列车。这趟车当天是由成都局的 CRH 380AL 2919号车来担当。好的，现在达速跨越车站的时速依然是350公里每小时。现在呢，我们的列车正在高速通过河南淇县。说到淇县，大家可能很陌生，但是我要说一说它的古称，大家肯定就都知道了。它的古称叫做朝歌，是商朝的国都。大家小时候一定看过哪吒传奇吧？哪吒传奇最后那个商朝纣王就是在这里建的宫殿。当然，武王伐纣之后呢，这里也见证了商朝的灭亡。到此的时速依然是350公里每小时。旁边呢有这个商朝朝歌文化园，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乘坐高铁去看一看。这里呢是河南卫辉市的附近，大家可以看到老的京广线已经并过来了，但是又远去了。12点06分呢，正济高铁已经远远的并过来了。是的，我们马上就要跨越今天的最后一个达速跨越的车站新乡东站了。新乡东站呢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由于京广高铁京广高速厂是先建的，所以它的站台是无柱雨棚，而旁边的正济高铁是后建的，去年刚刚通车，所以它的这个站台是有柱雨棚，这就造就了这个车站两种不同风格的站台建筑。现在时间是中午12点07分，列车继续达速跨越了新乡东站。在新乡东站，我们采了北京西到长沙南的高5014列车，由 380B 5665号车来担当。与此同时呢，旁边的正济高铁也一直在跟我们并行着。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本次旅途中呢最后一次跳351公里这个时速了。那么接下来列车就要开启减速模式了，马上就要跨越郑州黄河大桥了。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正式的来到了京广高铁郑州黄河大桥上。列车由于大桥的限速呢，此时的时速已经减到了250公里每小时。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跨越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不禁想起了李白所写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更在此刻感受到了刘禹锡所写的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的美好诗句。确实，千年之前的古人口中的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在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轻松的事情。我们跨越黄河的时间也不过几秒钟，可见古往今来的交通方式呢，已经是今非昔比了。现在列车呢已经接近郑州东站了，在进入郑州东站之前，我们交汇了高812次由邵阳开往北京西站的一个智能动车，这是广铁长沙南所的 CR400AF-AZ 重联。
联，注意这2个字儿读重联，不要再跟我犟这2个字儿了。哎，郑州这个高铁公园不错啊，在这里看高铁绝对是一个特别好看的场景。有机会再来郑州的话，一定要来这个高铁公园来看一看。现在呢，我们已经看到中原铁路枢纽的第1大站郑州东站。在进入郑州东站之前呢，我们交汇了，哎，这个是哪个车？我再查上，这个是由太原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3131次列车，由上局的 CRH380BL3779号车来担当。7站台停靠的那个高寒兔呢，是老朋友了，380BG5777，它当天担当的是万州北开往沈阳南的高3496次列车。在这儿能看到沈局的车真的是格外的亲切。12点23分列车正点抵达郑州东站13站台。本趟旅行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总结一下，这一路带来的惊喜还是非常的多的，希望下次还能有这么美好的旅程。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拜拜了您嘞。